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呃，现在随着印尼的发展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到印尼来，投资、旅游、工作、读书，或者是定居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了。那么我们提前一点知道这个在印尼生活的时候要留意一些什么地方，那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对吗？所以的话呢，我就在这个视频为大家准备了6点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在印尼期间。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在他们吃饭的时候不要打扰。怎么说呢？这个和我们中国人的饭桌上谈事情，酒桌上谈感情的这种情况有点不一样。他们这边的人呢是更愿意享受他们吃饭的这段宁静的时光或者是属于自己的时光他们工作了一天了，把这个时间都交给了老板，所以的话，他们也更希望享受这一点他们自己的时间了。关于这个事情，我是问了好多个印尼的朋友的，并且最有趣的是我跟我这边第一个我认为谈得来的印尼的朋友，本地的朋友他给我抱怨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吃饭的时候经常接到来自中国的生意伙伴给他打电话问这问那的，所以的话，他对我抱怨第一件事情就这样子，连吃饭都不能好好吃了。那工作就是为了吃饭嘛，工作是过程，吃饭是目的嘛，所以的话，他们是比较注重这个吃饭的时间的。那第二点就是在他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首先一个呢，就是印尼这里他们是一个全民信仰的国家，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信仰的，所以的话，在他们的这个身份证上面也会有这个宗教是什么宗教，祷告呢，就是信仰的一个重要一个部分呢，也是一个基础的部分呢。所以的话，他们这边的话，经常会在吃饭前祷告，或者是比如说穆斯林他们每天有5次的基本祷告你来到印尼的话，你就会看到，他们上面有一个圆拱的那个建筑，那里的话基本上就是清真寺的了。他们的话，一到哪一个点，他们就会在上边的大喇叭播放，提示附近的这个民众要祷告了，过来祷告了，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呢，在这边祷告的话，是他们享受他们跟他们的真主也好，耶稣也好，上帝也好，或者是他们的神比较亲密的时间，我们最好就不要在这个时候打扰。所以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在坐车的时候打的或者是坐网约车的时候比如说你听到收音机开始祷告，这个时候就可以暂停上所有的聊天，还有所有手头上的工作，也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吧。我们就让他们静心的祷告，就这样子。那第三点就是不要随便试探别人的隐私。怎么说呢？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久没跟朋友见面了，对吗？我们可能会跟他说：“哎，你最近胖了点气色很不错又或者说，哇，你最近瘦了，你怎么做到的？”那同样的感觉，我们就是为了表示亲近，或者是别的什么理由，来跟朋友聊天，或者是开场白吧，简单的开场白吧，对我们来说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在这里的话，我就跟这边的朋友有
这样子来开场白过，很显然这是行不通的，这已经是让他们非常吃惊了，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隐私啊，跟咱们不一样，我们是开场白，他们可能就是隐私了，所以的话，我们这些方面要注意。另外还有比如说，哎，你今年多大了？这个就像我们问题应该不大，就像他们日本人一样，他们有时候上节目，那个电视台他们会把他们的年龄写在介绍的名字之后，所以这个年龄对咱们来说，对日本他们也一样来说，其实问题不大的，对吗？但是的话，在印尼这里啊，他们是非常不乐意让别人问他们的年龄的。当然了，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啦。比如说，我们到别人家里的时候，呃，不要东瞄西瞄，或者是问别人，这个价格多少，那个多少钱这样子，这样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也不，有时候我们也不太清楚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嘛，对吧？反正我们安全一点玩，就肯定是没问题的。那还有就是第四点，这个左手，千万要记得，不要用左手给钱或者是递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在印尼这边呢，他们是比较讲卫生的啊，可以从卫生角度来看，他们这边上厕所的话，他们以前很久以前，比如说没有生产纸巾之前呢，他们是用水洗屁股的嘛，上大的用水洗屁股，右手拿水，左手洗屁股嘛，对吗？那洗完之后，当然他们也会洗手，这个习惯留下来呢，他们就一直认为这个左手是不洁净的啊，不卫生的，所以的话呢，一般的话他们就比较留意这个左手不要递东西给别人。当然，我说个题外话，在印尼，其实现在还有些地方还是有这些习惯呢。我之前跟家人一起开车从雅加达去巴厘岛啊，那我们经过一些比较远的地方，一个加油站的时候，那我要去上大的啊，那我太太就帮我准备好了纸巾还有零钱去上厕所。当然她给我时候我没明白，但是我到了那里上了厕所之后，我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到了那个厕所里边呢，不好意思，我看里面它是没有这个废纸篓的啊，就说可能他们就在那里可以不用纸巾来擦屁股啊。然后的话，旁边会有一桶水，还有一个水瓢在那里，那就很显然了，这是来供你洗屁股用的。洗完屁股，那你再洗手，然后到外边，然后再给这个钱他2000印尼盾，那时候我给的是，嗯，那比如这个时候你给一张大一点的钱了，比如说1万印尼盾，那他找回你8000印尼盾，那你拿还是不拿呢？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时候那张纸币上面有没有沾有别的东西嘛，对吧？所以呢，就算我来这里1年多的时间了，还是依然会用左手给钱或者递东西给别人。那可以想象，假如你是一个习惯用左手的人呢，那是不是经常用左手去给东西别人呢？那这个你就要更留意了，这是第4点了。那第5点就是斋月期间要留意的东西。那在斋月的白天呢，他们的话呢，穆斯林呢，他们是不吃不喝的。那我们呢，为了表达我们尊重他们呢，那我们也一定要注意，不要在这个公众场合、露天场合去吃东西、喝东西。
我们可以在家里边吃饱喝足了再出门，或者是到这个外边的这个餐厅里面吃。因为在斋月期间呢，这个餐厅啊，他们基本上都会用这个帘子啊，用这个帘子把这个餐厅的窗户啊、门口啊、玻璃啊全部挡住，外边的人是看不到里边的人是在用餐的。这样的话也能避免他们良心上的一个不安。最后一点，第6点就是这个公众场合的一些文明行为呢，比如说，说话相对来说小声一点的，但是的话呢，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区域性，因为印尼呢，它也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嘛，所以的话，它也有一定的区域性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到棉兰 Medan 这个地方的话呢，那里中国人非常多为主啊。那我们到那里的话，讲话稍微大声一点，那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你比如说你在雅加达，你说话大声的话，非常不礼貌的。当然了，还有随地吐痰呐、呃，还有就是这个吸鼻子啊，就感冒吸鼻子啊，或者是打哈欠，这样打哈欠也是不礼貌的。一般我们打哈欠的时候可以用这样手这样捂着打哈欠，这样的话也表示我们尽力做了，我不会让你也吸收我吐出来的浊气嘛，对吧？那6点就这么多，可能还有很多很多了。如果你知道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项，不妨留言给我，我看情况在将来的时间里面再做一个视频关于这一方面的。当然，每一个国家有它的好和它的不好的地方。我说的这些事情呢，只是针对一般性的、特殊性的东西，就不在这个范围里面讨论。比如说，你想说，哎，你说这个没有啊？我经常看到有谁非常大声的说话，什么也没什么啊。其实这个像这种个别的例子啊，我们就不谈了啊。好了，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好，再见。